第一课，有效的团队沟通。安娜你好，我一直在考虑团队沟通，这很关键，对吧？嗨，约翰，绝对可以。定期与团队成员签到也会有所帮助，对吧？当然，持续的沟通是保持所有人意见一致的关键。我完全同意，它有助于防止误解并促进协作。没错，当团队成员充分了解情况时，可以更有效地完成任务。的确如此，清晰的沟通确保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它还允许及时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确切地说，当沟通渠道开放时，问题可以立即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有效的团队沟通呢？一种方法是定期举行团队会议或签到。这是有道理的，它为每个人提供了分享最新动态和疑虑的机会。绝对可以，它允许公开讨论，并确保听到每个人的声音。那么远程团队或在不同时区工作的团队呢？在这种情况下，虚拟会议和沟通工具变得至关重要。对，利用技术来弥合距离并促进沟通。没错，视频会议和即时通讯等工具可以帮助促进协作。选择用户友好且所有团队成员均可访问的工具至关重要。这是个好观点，确保每个人都能有效使用通信工具。那么，诸如电子邮件或项目管理软件之类的书面沟通呢？书面沟通也至关重要，它提供了讨论和协议的记录。的确如此，它有助于避免沟通不畅，可作为将来使用的参考。但是，为了避免混淆，书面信息必须清晰简洁。同意，使用要点或编号列表可以帮助有效地传达信息。此外，积极倾听在有效的团队沟通中起着重要作用。积极倾听，你能详细说明一下吗？积极倾听意味着全神贯注于说话者并寻求理解。我明白了，因此，它涉及到在场和参与对话。没错，它表现出尊重，促进对彼此观点的更深入理解。这是一项宝贵的技能，尤其是在团队讨论和问题解决方面。确实，积极倾听可增强协作并促进积极的工作关系。我很欣赏所有这些见解，有效的团队沟通确实至关重要。不客气，这个话题可以极大地影响团队的生产力和成功。
绝对可以，我将确保在团队的沟通中实施这些策略。太棒了，我很高兴能提供一些有用的指导。感谢您的支持，您的知识和建议确实很有价值。不客气，请记住，有效的沟通可以增强团队合作。我会记住的，让我们努力在所有团队中实现清晰和开放的沟通。同意，我们可以共同创造一个积极的协作工作环境。再次谢谢你，我很感谢你的时间和专业知识。第二课，计划客舱度假。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计划一个小屋度假，有任何提示吗？嗨，约翰，这听起来令人兴奋。你考虑过位置和便利设施吗？是的，我正在寻找一间位于宁静自然环境中的小屋，大自然让人恢复活力。绝对可以。为方便起见，请务必检查机舱内是否有设备齐全的厨房。好主意，做饭是省钱和享受体验的好方法。当然，一起尝试一些新食谱也可能很有趣。我同意，白天探索大自然，晚上烹饪美味佳肴。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别忘了打包一些必备的炊具。对，我们需要锅、平底锅和基本的厨房工具来准备饭菜。此外，请检查客舱是否提供床单和毛巾，或者您是否需要自备。知道这一点很重要，最好做好准备并相应的打包。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是该地区户外活动的可用性。绝对可以，徒步旅行、钓鱼，甚至只是在湖边放松都会很棒。研究周围的景点并计划双方都会喜欢的活动。这是个好主意，它将确保每个人都有值得期待的东西。别忘了为户外活动打包合适的衣服和鞋子。对，舒适的鞋子和适合天气的衣服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请检查客舱是否有任何特定的规定或限制，例如宠物政策。好主意，我们不希望在入住期间出现任何惊喜或限制。最后，请务必提前预订客舱，以确保您的首选日期。是的，可用性可能有限，尤其是在旅行旺季。没错，提前计划将使您高枕无忧，并确保顺利度假。我很感激所有这些技巧，这将使我们的客舱度假计划变得更加容易。不客气，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这听起来像是一次奇妙的冒险。确实如此，我迫不及待地想沉浸在大自然中，一起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相信这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拍很多照片，留下持久的回忆。我会的，再次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开始研究小屋。第3课，庆祝里程碑。嗨，安娜，你猜怎么着？我刚刚实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太棒了，恭喜！你完成了什么？我完成了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比赛，这是一次具有挑战性但有意义的经历。哇，太令人印象深刻了！跑马拉松需要决心和毅力。谢谢，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但我为自己越过终点线感到自豪。你应该是，这样的里程碑值得庆祝。你是怎么庆祝的？我请自己和朋友和家人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时光。这听起来很棒，与亲人一起庆祝会使这项成就更加特别。绝对可以，分享快乐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认可和认可我们的成就很重要，它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同意，庆祝里程碑激励我们不断设定和实现新的目标。每个里程碑都代表着我们个人成长和发展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当然，重要的是要停下来欣赏我们取得的进展。庆祝活动还使我们能够反思我们为实现目标所付出的辛勤工作和努力。没错，这提醒人们，从长远来看，奉献精神和毅力会得到回报。绝对可以。庆祝活动营造积极的氛围，激励他人追求自己的梦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们的成就可以激励和鼓励身边的人。在此过程中庆祝小里程碑也很重要，而不仅仅是重大里程碑。你说的对，向前迈出的每一步，无论多么微小，都值得认可和庆祝。它使我们有动力和活力继续我们的旅程。没错，庆祝活动提醒我们取得的进展和已经走了多远。他们还为设定新目标和展望未来提供了机会。庆祝里程碑是认可我们的成长和迎接新挑战的一种方式。绝对可以，这是一个欣赏这段旅程和我们在此过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的机会。我完全同意，应该庆祝和珍惜里程碑。它们是我们成就的标志，也是我们潜力的提醒。感谢你们分享我的兴奋之情，提醒我庆祝活动的重要性。第4课，自助午餐计划。安娜你好，我想讨论一下参与者的午餐安排。你好，当然，你对菜单有什么看法？
我本来想吃一顿自助午餐，他为每个人提供了多种选择。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自助餐一直很受欢迎，可以满足不同的喜好。没错。此外，它允许人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并尝试新菜肴。我同意，这也是适应不同饮食限制的绝佳方式。当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不受限制地享受美食。你考虑过自助餐的具体菜肴吗？我认为混合国际美食会很有趣，它为活动增添了全球气息。这是一个绝妙的建议，它将让参与者有机会体验不同的口味。我也在考虑加入一些素食和纯素食选项。这很周到，它确保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选择来满足自己的喜好。绝对可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到被包容，并对午餐选择感到满意。我们还应该包括甜点选项吗？当然，甜点是必须的，它们为这顿饭增添了愉快的结局。我建议吃各种各样的甜点，比如蛋糕、糕点和水果拼盘。好主意，它可以满足不同的口味和饮食需求。我们是否需要考虑任何针对过敏或食物敏感的特殊安排？是的，我们绝对应该要求参与者告知我们任何特定的饮食要求。这样，我们可以确保每个人都有合适的选择。同意，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无后顾之忧地享受午餐。我们应该设置食物站，还是为自助餐提供服务器？我认为拥有服务器会更有条理，它可以防止人满为患并确保顺畅的服务。这是有道理的。它还允许参与者专注于用餐和交流。没错，我们希望午餐体验既愉快又无忧。你考虑过自助餐的整体氛围和设置吗？是的，我认为我们应该用适当的座位和装饰来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氛围。这很重要，它为愉快的用餐体验定下了基调。计划最终确定后，我一定会通知你。完美。确认一切后，我们可以将详细信息传达给参与者。绝对可以，让所有人了解午餐情况并感到兴奋是至关重要的。我期待着为所有参与者提供成功而愉快的自助午餐。我也是，让我们确保这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第5课，有机鸡肉和鸡蛋。嗨安娜，你听说过有机鸡肉和鸡蛋吗？它们很受欢迎。嗨，约翰，是的，我听说过它们。它们比普通的鸡肉和鸡蛋更健康吗？
绝对可以。有机鸡肉和鸡蛋是在不使用抗生素或激素的情况下生产的，因此是更健康的选择。这很有趣。它们更贵吗？是的，它们往往比普通的鸡肉和鸡蛋稍贵一些，但是许多人认为，为了健康的益处，额外的成本是值得的。我明白了。在杂货店里很容易找到它们吗？是的，如今，大多数杂货店都提供有机食品，您可以在商店的有机部分轻松找到有机鸡肉和鸡蛋。这很方便。购买有机鸡肉和鸡蛋时需要注意什么特定的标签吗？是的，你应该寻找诸如有机认证或美国农业部有机之类的标签，以确保产品符合有机标准。很高兴知道。你能尝到有机和普通鸡肉和鸡蛋的区别吗？有些人声称他们可以品尝到不同的味道，但这实际上取决于个人喜好。主要优点是知道自己食用的是不含有害化学物质的食物，可以高枕无忧。我明白。选择有机鸡肉和鸡蛋还有其他好处吗？是的，除了更健康之外，有机农业的做法也对环境有益，它们促进可持续农业和动物福利。很高兴听到。从现在起，我一定会考虑购买有机鸡肉和鸡蛋。这是个好主意，对我们食用的食物做出明智的选择总是件好事。绝对可以。谢谢你向我介绍有机鸡肉和鸡蛋。不客气，这是我的荣幸。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随时提问。第6课：艺术冒险。安娜你好，我很高兴今天能去买艺术用品。你准备好了吗？嗨，约翰，绝对是。我等不及要和你一起探索艺术品商店了。太棒了！在出发之前，让我们列出我们需要什么。好主意。我们应该从画笔、颜料和画布开始。当然，我们还应该买一些速写本和铅笔。我同意。而且我们不能忘记橡皮擦和磨刀器。对，我们可能还想寻找一些新的马克笔或粉彩。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我们也应该检查它们是否有任何特别优惠。好主意，我们可以在获得优质用品的同时节省一些钱。绝对可以。找到优惠的价格总是很棒的。一旦我们拥有了一切，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创意项目。我已经很期待了。可能性是无限的。没错，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技术和风格。这将是一个美好的时光。我等不及要看看我们创造了什么。我也是，艺术是表达自我的绝佳方式。我完全同意。
它使我们能够释放我们的想象力。这也是放松身心的绝佳方式。当然，艺术有一种带来欢乐与和平的方式。好吧，我们开始吧。我们的艺术冒险在等着你。绝对可以，让我们去拥抱创造力的世界吧。我很高兴看到我们会发现什么，让我们度过难忘的一天吧。第7课，探索目标和传统。嗨，安娜，你有没有考虑过去日本旅行？这是体验独特传统的绝佳选择。你好赚，是的，日本在我的旅行清单上。我很想探索他们丰富的文化和习俗。太棒了！除了旅行，你还有其他想要追求的目标吗？绝对可以。我的目标之一是学习一门新语言。我一直对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着迷。这是一个很棒的目标。学习一门新语言，开辟了一个充满机遇的全新世界。我同意，它有助于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建立联系，增强文化理解。当然，我的另一个目标是提高我的烹饪技巧。我希望能够用不同的菜系准备美味的饭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烹饪是探索不同口味和扩展烹饪曲目的好方法。谢谢。我相信不断设定目标并挑战自己以实现成长很重要。绝对可以，它使生活充满活力，并帮助我们发展新的技能和视角。说到传统，你有没有庆祝过任何独特的文化节？是的，我有机会参加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这是一次充满活力和欢乐的经历。这听起来很神奇。我喜欢学习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传统和庆祝活动。看到人们如何聚集在一起纪念自己的遗产和庆祝他们的习俗，真是令人着迷。确实，传统在维护文化特性和代代相传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绝对可以，他们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将我们与我们的根源联系起来。我认为拥抱和尊重不同文化的传统很重要，即使它们不同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完全同意。通过理解和欣赏多样性，我们才能促进团结与和谐。说得好，让我们继续探索新的目标，了解使我们的世界变得如此丰富和多样化的传统。绝对可以。人生是一段奇妙的成长和发现之旅，让我们充分利用它。感谢您这次鼓舞人心的对话，我一直很喜欢我们的讨论。第8课，会议出席情况。安娜你好，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关于技术趋势的会议，内容非常丰富。将来你会参加更多的会议吗？
你好，是的，我认为参加会议是随时了解最新情况和向行业专家学习的好方法，绝对值得。绝对可以。会议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和交流机会，我回来时总是感到灵感和动力。太棒了！您对哪些主题或行业特别感兴趣？我有兴趣探索与人工智能和可持续能源相关的会议，它们是快速发展的领域。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人工智能和可持续能源都在塑造未来，参加这些领域的会议将使您站在最前沿。当然，保持领先地位并了解最新进展非常重要。除了参加会议，你还有其他与职业发展相关的目标吗？是的，我计划报名参加一些在线课程，以提高我的项目管理和数据分析技能。太棒了！持续学习是在当今就业市场中保持竞争力的关键。绝对可以。我相信投资于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我完全同意。重要的是要有成长心态，不断寻求新的知识和技能。您是否正在考虑在不久的将来参加任何特定的会议或活动？是的，我有兴趣参加一个关于创业和创新的会议，它将为我自己的商业活动提供宝贵的见解。这听起来令人兴奋。参加创业会议可能是向成功的企业家学习和获得灵感的绝佳机会。事实上，这是一个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并扩大我的专业网络的机会。社交绝对是参加会议的一个重要好处，它为新的机遇和合作打开了大门。绝对可以。与行业专业人士建立关系可以带来宝贵的伙伴关系和职业发展。好吧，我祝你在会议出席率和职业发展目标方面一切顺利。谢谢，感谢你的支持。我也鼓励你继续探索和参加会议。谢谢，我一定会留意即将举行的符合我兴趣的会议，这是为了我们的持续成长和学习。第9课，探索当地美食。安娜你好，我刚刚在城里发现了这家新餐厅，它应该有很棒的食物，你听说过吗？嗨，约翰，是的，我也听说过关于那个地方的好消息，我等不及要尝试当地美食了。太完美了，尝试新菜总是令人兴奋的，这是探索该地区风味的好方法。绝对可以。每当我旅行时，我都喜欢沉浸在当地的饮食文化中。这是体验目的地独特风味和烹饪传统的绝佳方式。我完全同意。食物可以将人们联系起来，讲述一个地方的故事。
当然，每道菜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影响力，反映了当地文化。不同地区的食材和烹饪技巧各不相同，这令人着迷。绝对可以，这就像是一次味蕾之旅。我等不及要尝试他们在那家餐厅吃的一些招牌菜了。我也是，我听说他们有一道以其丰富的口味和芳香的香料而闻名的菜。听起来很好吃，我总是乐于尝试新的口味，扩大我的口味。这里也一样，这是走出我们烹饪舒适区的绝佳机会。没错，这一切都是为了拥抱新体验，品尝每一口。我发现品尝当地美食也有助于我更好地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和传统。绝对可以，食物是该地区身份和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很期待与您分享这种用餐体验。同样地，这将是一次愉快的烹饪冒险。让我们计划很快去餐厅，尽情享受一些令人垂涎的菜肴。听起来像个计划，我等不及要和你一起踏上这段美食之旅了。这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在此之前，让我们满怀期待地满足我们的渴望。同意，让我们的烹饪冒险倒计时开始吧。确实，让我们准备好诱惑我们的味蕾。很快见。第10课，健康习惯。嗨，安娜，我最近感觉有点累，我想我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好，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很重要。你在想做什么改变？我会努力改善饮食习惯并多喝水。我听说保持水分有助于提高能量水平。这是个很棒的计划。均衡饮食和喝足够的水可以大大改变你的感受。我同意，我需要减少加工食品，在膳食中加入更多的水果和蔬菜。添加更多的水果和蔬菜将为你提供重要的营养，让你整天保持精力充沛。绝对可以。我还想减少含糖饮料的摄入量，改为选择水或凉茶。这是明智之举。含糖的饮料会导致能量崩溃，而水和凉茶可以在不添加糖的情况下保持水分。补水是关键，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我需要有意识地努力多喝水。很容易忘记，但随身携带一个水瓶可以提醒你一整天保持水分。这是个好主意。工作时我应该在办公桌上放一个水瓶，外出时随身携带一个。这样，你就能轻松获得水，也更有可能定期喝水。绝对可以。像这样的小变化会对整体健康和福祉产生重大影响。
我完全同意。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对于平衡而充实的生活至关重要。除了改善饮食和补水外，我还想将定期运动纳入我的日常锻炼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运动不仅能增强能量，还可以促进身心健康。我正在考虑从一些轻度运动开始，例如散步，然后逐渐增加强度。这是个好方法。慢慢开始并倾听自己的身体状况，对于防止受伤和建立可持续的锻炼计划非常重要。我很高兴能做出这些改变，看看他们如何对我的能量水平和整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我相信你会注意到区别。请记住，小步骤可以带来重大改进。感谢您的支持，这是我们养成更健康习惯和充满活力的生活的旅程。第11课：探索新文化。安娜你好，我最近去了国外旅行，我有一些有趣的经历。嗨，约翰，去新地方旅行可能是一次冒险。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好吧，绝对是语言障碍，有时很难与当地人沟通。语言可能是一个挑战，但它也是学习和适应的机会。你是怎么管理的？在旅行之前，我尝试学习一些基本短语，这有助于点餐或问路等简单互动。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它表现出对当地文化的尊重，使人们更愿意提供帮助。绝对可以，即使我无法进行口头交流，我也发现手势和肢体语言仍然可以传达意义。非语言交流确实很强大，我们不用言语就能表达多少，真是太神奇了。我同意，它使我体会到人际关系和理解的普遍方面。在旅途中，你是否遇到过任何令你惊讶的文化差异？是的，有一些习俗与我习惯的完全不同，例如，在进入房屋或寺庙之前脱鞋。这些文化习俗可能令人着迷。在参观新地方时，请务必注意并尊重当地习俗。绝对可以，这都是学习体验的一部分，也是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尽管存在语言障碍，但你与当地人有过难忘的互动吗？是的，我遇到了一些非常友好和乐于助人的人，尽管面临语言方面的挑战，他们还是努力理解我。听到这真是太棒了，它表明人际关系可以超越语言障碍。确实如此，它使我意识到同理心和善良在我们与他人互动中的重要性。旅行不仅仅是探索新的地方，还包括体验不同的文化和扩大我们的世界观。没错，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欣赏世界的多样性和美丽。我很高兴你度过了一次如此充实的旅行，这听起来像是一次宝贵的学习经历。
绝对是。我回来时对不同的文化有了更大的欣赏，也渴望继续探索。太棒了！以下是未来更多丰富的旅行体验。为此干杯！愿我们在冒险中继续学习和成长。第12课：家庭问题。嗨，安娜，洗澡的水不够热，你知道可能出什么问题了吗？嗨，约翰，这可能是热水器的问题。你检查过它是否正常运行了吗？是的，我试过调整热水器的温度设置，但似乎没什么区别。我们应该怎么做？我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应该联系专业的水管工来检查和修理热水器，他们将能够准确诊断问题。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我将在我们所在的地区寻找可靠的水管工。你有什么建议吗？我有一个朋友最近修理了热水器，我可以向他们询问水管工的联系信息。从你信任的人那里得到推荐总是有帮助的。那太棒了！请问你的朋友，并尽快告诉我。我们需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明白，我今天会联系我的朋友，然后把水管工的详细信息回复你。同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对热水器进行故障排除吗？我们可以尝试检查断路器，以确保它没有跳闸过。有时，简单的重置可以解决问题。我会在等待水管工信息的同时这样做。这是个好主意。在水管工到达之前，值得检查所有可能的原因。如果我们发现断路器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应该联系电工。绝对可以，最好是彻底解决任何相关问题，以防止将来出现问题。感谢您的帮助和与朋友的联系。第13课：与同伴一起徒步旅行的好处。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这个周末去远足，你想加入我吗？嗨，约翰，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在陪伴下徒步旅行总是更愉快的。我很想加入你的行列。太棒了！在探索大自然的同时，有个人可以交谈总是件好事。另外，成对或成组的徒步旅行更安全。当然，有同伴可以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尤其是在不熟悉或偏远的远足小径上，互相注意很重要。绝对可以。令人欣慰的是，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任何挑战，有人会提供帮助，我们可以依靠彼此的支持。的确如此，这也是分享我们的徒步经历，交流未来徒步小贴士或建议的绝佳机会。我完全同意。我们可以讨论我们最喜欢的徒步旅行地点、装备，甚至分享我们经历过的难忘徒步旅行的故事。分享这些经历可以激励我们探索新的小径，并发现大自然中隐藏的宝石。它为我们的徒步旅行增添了刺激和动力。当然，
此外，拥有徒步旅行伙伴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动力和责任感，我们可以互相鼓励，突破极限，达到新的高度。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有时，当我们独自徒步旅行时，我们可能会对走更具挑战性的小径感到动力不足，甚至犹豫不决。有同伴可以提供额外的推动力。绝对可以。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支持性的徒步旅行伙伴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并帮助我们在旅途中克服障碍。而且，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可以一起享受的乐趣和欢笑。和朋友一起徒步旅行可以让我们享受旅程并创造持久的回忆。你说的绝对正确。分享欢笑，一起体验大自然之美，可以使徒步旅行成为一项真正丰富而愉快的活动。第14课，拼车服务。你好 Anna， 你曾经使用过像 Uber 或 Lyft 这样的拼车服务吗？嗨约翰，是的，我有。拼车服务既方便又易于使用，近年来，它们变得非常流行。这很有趣。您使用这些服务的体验如何？司机可靠吗？总的来说，我的经历是积极的。司机通常准时且专业，在骑行过程中我感到安全。很高兴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应用程序叫车？很简单吗？这非常简单，您只需要下载该应用程序，创建一个账户，然后输入您的上车和下车地点即可。然后，该应用程序将您与附近的司机进行匹配。这听起来很方便。你能在等待司机到达的时候追踪他们的位置吗？是的，没错。该应用程序提供实时跟踪，因此您可以在地图上查看司机的位置，并知道他们何时接近您的上车点。这很有帮助。那付款流程呢？也是通过应用程序完成的吗？是的，确实如此。乘车完成后，该应用程序会自动从您存档的付款方式中扣款，它无现金且无后顾之忧。这很方便，尤其是在你手头没有现金的情况下。与传统出租车相比，票价是否合理？根据我的经验，票价一直具有竞争力。有时，在高峰时段，价格可能会略有上涨，但通常是透明的，并且会预先显示。很高兴知道。我想拼车服务是传统出租车的绝佳替代方案，尤其是在便利性和易用性方面。绝对可以。无论您是在室内旅行还是去机场，他们都提供灵活可靠的交通选择。我明白为什么他们如此受欢迎，在需要时随时随地乘车非常方便。当然，拼车服务改变了我们的通勤方式，使每个人都能更方便地使用交通工具。下次我需要搭车的时候，我可能会试一试。感谢您分享您的经验和见解。不客气，我相信你会觉得很方便。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入门帮助，请随时提问。
我很感激。如果我需要任何指导，我一定会伸出援手。再次感谢。第15课，放松的好处和个人兴趣。安娜你好，我注意到你经常花点时间让自己放松身心，追求自己的个人兴趣，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嗨，约翰，抽出时间放松和增进个人兴趣对我的健康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我恢复活力，找到生活的平衡。这是有道理的。你如何放松？你的个人兴趣是什么？我喜欢读书、听音乐和练习瑜伽等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我放松身心，清醒头脑。这听起来很棒。放松对你的注意力和生产力有何帮助？当我花时间放松时，我发现它可以提高我的注意力，提高我的工作效率。它使我能够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充电，完成任务。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因此，通过在自己身上投入时间，实际上是在增强自己更有效地完成任务的能力。绝对可以。通过优先考虑自我保健和个人利益，我能够将自己最好的自己带到生活的不同领域，包括工作和人际关系。我明白这将如何产生积极影响。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找到平衡很重要。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这种平衡，为那些带给我们快乐和成就感的事情腾出时间。我明白，对于那些努力为自己和个人利益腾出时间的人，你会给出什么建议？我的建议是从小处着手，故意为之。即使每天将几分钟花在自己喜欢的活动上，也可以产生显著的不同。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贴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步骤可能会导致重大变化。这是关于养成习惯并将自我保健作为优先事项。没错，重要的是要记住，照顾好自己不是自私，而是为了我们的整体幸福所必须的。我完全同意。我们经常忽视自己的需求，但是通过对自己的投资，我们变得更有能力应对生活中的挑战。绝对可以。自我保健不是奢侈品，这是必需品。它使我们能够充分展现生活的方方面面。感谢您分享您的见解，这是一个宝贵的提醒，提醒我们所有人优先考虑自己的福祉和个人利益。不客气，我很高兴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对话。请记住，开始投资自己永远不会太晚。花点时间享受它带来的好处。我会记住的，谢谢你的灵感，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16课，团队协作。你好 Anna， 你注意到我们团队的合作最近有何改善吗？嗨，约翰。是的，我有。很高兴看到每个人都更有效和更高效的合作。太棒了！你认为是什么促成了我们合作的改善？
我相信清晰的沟通和共同的目标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都在同一个页面上，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这是有道理的。每个人都必须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角色和责任。绝对可以。当每个人都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以及他如何为大局做出贡献时，协作就会变得更加顺畅。我同意，营造一个鼓励协作和想法共享的开放包容环境也很重要。当然，当每个人都能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想法时，它会促进创造力和协作。我还注意到，我们的团队变得越来越支持彼此，我们愿意在需要时提供帮助和协助。的确如此，当团队成员之间有友情和支持感时，协作就会蓬勃发展。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协作可以改善团队内部的问题解决和决策。绝对可以。当我们将我们的技能和专业知识相结合时，我们就能想出创新的解决方案，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协作还有助于我们相互学习，促进个人和团队成长。你说的对，我们可以向队友学习新的视角、技能和方法，从而促进个人和职业发展。我认为认可和赞赏我们团队成员的努力很重要，认可提高士气并激发协作。我完全同意。认可和庆祝个人和整个团队的成就，可以增强积极的协作文化。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团队如何团结起来，在合作中取得如此大的进展。我很自豪能参与其中。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改进的协作使我们的工作更加愉快和有回报。这证明了当我们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目标时，我们能取得什么成就。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将来能取得什么成就。第17课：旅行规划。嗨，安娜，我正在计划旅行。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提问。嗨，约翰，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你想去哪里？我正在考虑一些选择，但我还没有决定。我愿意接受建议。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寻找什么样的体验？比如海滩度假或探索新城市？我倾向于探索一座新城市。我喜欢沉浸在不同的文化中，体验当地的氛围。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一旦你决定了目的地，你更喜欢乘飞机还是火车旅行？我通常更喜欢飞行，速度更快，可以让我最大限度地利用在目的地的时间。这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检查一下你选择的目的地是否有直飞航班吗？那会很有帮助。直飞通常更方便，更省时。我已经检查过了，有几家航空公司提供前往目的地的直飞航班。你想让我为你预定一个吗？那太棒了！
请继续为我预订最方便的航班。当然，我会处理的。您在目的地的酒店预订或交通方面需要任何帮助吗？是的，拜托，如果你能帮我找到一家位于市中心且评价不错的酒店，那就太好了。而且我也需要机场接送服务。已注意到，我会找一家符合你标准的酒店并安排机场接送服务。还有什么我能帮助你的吗？我认为这涵盖了目前的所有内容。谢谢你的帮助，我很感激。